我居然要断舍离掉25只包包，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的是舍不得，不适合咱们就不要买，已经没有了那种所谓的奢侈感，抵制消费主义，一定要把它卖掉，我绝不反悔，我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理由呢再留下它。今天这期视频可能不是一集非常愉悦的视频，2025才刚刚一开场，真的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一波还比较 massive 的断舍离呢？是因为1月初呢，我们经历了洛杉矶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山火，这也是我们在洛杉矶住了11年以来第一次如此真切感受到这个山火的可怕。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次山火之后吧，让我突然有了一些消费方面的反思。反正关于具体山火的这个经历之后，我 vlog 里面也有记录吧，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简而言之呢，就是当时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候，我们是不在洛杉矶的，但已经被政府就是下达了 evacuation 的 warning， 并且呢有警察上门来通知我们，叫我们赶紧打包，然后随时撤离。那当时呢，我们就是有非常贴心的朋友立马飞奔到我们家帮我们去打包，除了说一些最重要的文件之外，也就是我的这些包包需要被拯救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在我们家门口摄像头看出去真的挺可怕的，感觉火已经很近，可能再过个2-3个山头就要烧过来了。当时就跟我朋友说安全为上嘛，最好就是可以打包10分钟搞定然后走人。所以呢，我跟他说的是只要拿爱马仕跟 Chanel 就好，其他所有的包都不需要拿。但我朋友真的非常的贴心，他就是把我包柜上所有的包包都打包带走了。所以呢，在我们回到洛杉矶去到他们家之后，我发现有足足3大箱的包哦，我才突然意识到说这些包包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种负担。虽然这2年我也有在持续的做一些断舍离嘛，但好像就觉得说原来远远不够。所以这几天在我们家 evacuation 的 warning 终于被撤销，然后我们回到家开始整理之后，我盯着我的包柜认真思考了一番，然后呢收出了这25只包包，准备把它们转手。然后这25只包里面呢，一共有15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奢侈品牌。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过一下这15只包吧，也好好的跟他们告别一下，也聊一聊我究竟为什么决定说要舍弃他们。之后我会再找机会出一期，就是在经过这一番大整理之后，我包柜里面究竟还留下了哪只包包，哪些包包。 OK， 那咱们呢就先从最贵的包包开始聊吧。首先第一只我打算这次转手的呢，就是爱马仕的这一只飞马 Her Bag。 之前在我爱马仕合集的视频里面，其实我也有稍微跟大家提到过嘛，它在我的包柜里面最近几年的利用率呢真的非常的低，一直没有转手呢，是因为我觉得说因为它是一个限定的这种飞马的设计，现在也已经买不太到了嘛，所以就一直把它留在我的包柜里面。但这次经过我一番认真的思考之后呢，我觉得Her Bag 首先这款包的包型它最大的功能点呢就应该是实用，但是如果说我平时生活中根本就不用它，那我究竟留着它干嘛，对不对？而且在这个包型上面的一些限定的款式，讲真的也不太具有所谓的什么收藏的意义，还不如就转手让它去到更能发挥它价值的地方，去发挥它这款包包本应该发挥到的作用。然后第二只包包的话呢，是我唯一一直想要转手的 Chanel， 它是一个中古款的设计。我觉得 Chanel 的包今年我可能真的会陆陆续续的去转手一些，但讲真的，如果说你想让我现在一口气卖掉好几只 Chanel 的包包，我还是有一点下不了这个决心，真的是舍不得。然后我只能够从我的记忆当中去回想吧，在买了之后我的使用率最低的这种款式先入手。那在我经过仔细一番思考之后呢，应该就是手上的这个中古款的 Chanel 2.55。它其实讲真的吧也很好看，但是呢我的包真的太多了，所以其实
实在入手它，也就是在入手它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边有用到过几次，之后呢就一直在我的包柜里面闲置的一个状态。而且 Chanel 的这种很经典的 flat bag 的样式呢，我包柜里面就是大大小小不同尺寸的也有好几只，所以真的就是会想不到来用它，也是有一种躺在我包柜里面被埋没了的这种感觉吧。它原本气质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经典耐看又优雅的黑白棋盘格的设计。然后第三支的话呢，也是我纠结了很久说究竟要不要出手，它就是 Saint Laurent 他家的这一款很经典的 Nike bag。其实讲真的，目前我包柜里面 Saint Laurent 的包包一共也就3款，然后 Nike 这支的话我也是已经用了4-5年的时间了，它真的你看整体状态就还跟一只新包一样，它非常的耐用，气质上就是机车帅气，还蛮有力量感的。但是呢，这只包也是我仔细想了一下之后发现近2-3年可能真的一次都没有用到过。它确实挺实用的，能装的东西呢也很多，但是呢在它这个尺寸上吧，它本身包包的自重感呢还是有一些的，所以呢它就会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你比如说平时如果需要放很多东西的时候，登机旅行什么的，那我可能会想要拎更加就自重更加轻更加轻便，但是呢又同时能装很多东西的这种包包。然后平时日常休闲或者说逛街啊约会什么的，我又会更加倾向于拎更轻巧的便利型的款式，所以到最后就发现说日常用到它的机会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且相比于另外2只我留下来的 Saint Laurent 的包包来说呢，我设想了一下可能未来无论说是日常生活还是说搭配的利用率，另外2只呢可能都会相对来说更加高一些，所以呢这次还是下定决心呢要 let it go。再然后第4支呢就是 BV 他家的这一款 Jody bag， 我这支呢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尺寸。那 BV 他们家的包包讲真的近3年以来吧，我真的陆续转手了很多，什么云朵包、枕头包、Arco bag 等等这些。目前我包柜里面呢其实也就是留了3支。那这次我决定要转手这支 Mini Jody 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通过这次山火撤离到回家，我有了一个就是完全从头到脚的整理我衣橱的机会嘛，然后我就发现我包柜里面迷你包的占比呢真的是非常大的，而他们可能适配的生活场景这些呢都差不太多，那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说把他们都留下来。那在众多的迷你包里面，我也是回想了一下，可能近2年时间里边用到次数最少的是哪一支，然后最终呢选出了BV 他家的这一款 Mini Jody， 真的是近2年一次都没有拎到过的，我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理由呢再留下它。再然后就是迪奥的这一支 Lady D Joy Micro 的一个尺寸，这款包呢其实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可能我包柜里目前就只有2款迪奥的包包，包括这一支，但这支包呢真的不是我第一次想要给他断舍离了，但每一次吧真的都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总想着再给他一次机会我肯定会用到它的。然后让我非常无语的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发现这款包自从我买回来，除了说在视频里面有偶尔搭配几次用到过之外，日常生活当中我真的一次都没有用，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一直特别冲动消费的包包，在买之前我就明显知道它的气质呢完全不适合我，而买它的时候也是抱着一种因为我没有这个类型的包包而去买的。事实证明，就你没有买过某个类型的包包，可能并不是因为你没碰到特别好看或者说特别值得买的，而是你打心底知道它根本不适合你，不适合咱们就不要买。然后每一次我出门前想要伸手去拿它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声音说，哎，算了，好像不太适合我今天的搭配，而事实上它跟你的穿搭就跟你当天的穿搭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潜意识里面觉得它根本就不适合我这个人。所以这一次我真的是咬牙决定了一定要把它卖掉，我绝不反悔，并且呢以后我坚决不会再买任何我知道并不适合自己的包包。再下一支的话呢，也是其实我私心非常喜欢的一款包，这支包我买了应该也没有说很长的时间吧，并且呢我在生活当中确实是还时不时会用到的，就是巴黎世家的这一款链条款的银色 Le Cargo。 而且今年不是还流行 Y3K 的风格嘛，这种银色系的单品无论说是包包、衣服、鞋子、配饰等等这些呢依然特别的 on trend。但我为什么还是决定说要
断舍离呢？是因为我发现就是去年在我入手了巴黎世家的那款 Rodeo Bag 之后呢，我好像用到它的频次就大幅度的降低了。不是说这两款包包它们在风格上面有任何的这种相似之处，除了爱马仕 Chanel 这两个牌子，对于其他奢侈品牌我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品牌忠诚度。很多品牌可能就是某一个季度的设计，或者说某一个款式的设计能够打动到我，而并不是说出于这个品牌它本身的一个品牌的 legacy 啊，或者说它的工艺感啊等等这些才去买他们的包包。而且其实讲真的，就算是 Chanel， 我觉得对于它的一个品牌所谓的忠诚度呢，也是停留在好几年之前。我之所以还没有说大范围的去转手我 Chanel 的包包，是因为我真的很害怕说它这个牌子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再也买不到以前我买的那些很喜欢的设计。而我以前买的那些真的都是一些我非常欣赏的，并且想要一直把它们留下来的款式啊。那至于巴黎世家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他家现在所有的包包里面，大概也就是 Rodeo 那款包呢，我是最能欣赏的。所以在买了它之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其他他家的包包就没有什么要留下来的必要。它在我的包柜里面，在我的衣橱当中都已经发挥了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了，所以呢，是时候要学会放手。然后除了巴黎世家之外呢，另外还有一支就是 Gucci 他们家的这一款也是很经典的1955马衔扣包包。这款呢也是他们前些年推出的复刻几十年之前的那个款式嘛，它确实是一支值得收藏的经典款。但是呢，我觉得一只包你决定要不要留下来，不能够说只按照它是否是经典款是否保值这一点去判断，你也要从它整体的一个风格跟你这个人的适配度究竟有多高这个方面去考虑。那这款包我也是觉得说它的风格上面好像跟我平时至少是最近2-3年的这种穿搭的风格吧，我觉得适配度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低一些。而他家另外一款我留下来的包包就是那个 Jackie 1961，明显呢跟我个人的风格适配感呢就会更强。所以还是那句话吧，不适合我的哪怕它再经典再耐看，在我个人这里面呢，它其实也没有太多所谓的留存的价值。因为我真的拼命回想了一下，我都想不起来说上一次我用到这款包呢究竟是什么时候。它就是那种你每一次断舍离断到它这，你都会纠结，然后想着说哇，既然是这么经典的款式了，要不就再留一留再留一留。如果说你平时断舍离的时候又碰到这种情况，真的就是要理清自己的思绪，不要再胡思乱想。只要你用不到，它在你这就没有价值，你就毫不犹豫的给它转手。 OK， 接下来的这两款包呢都是 Prada 这个牌子的。这两只小包当时我买的时候真的都可喜欢了，也确实用过不少次，并且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也没有说后悔买它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也要转手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在我这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我比较确定就是之后可能不会再用到它们，会比较的特别，也本身呢包型设计方面会比较的有记忆点。如果某样潮流是你很喜欢的，你愿意为之买单，你买了之后你会觉得很高兴，它能够给你提供到搭配的价值，或者说提供到情绪价值，那在没有给你造成过大的这种经济负担前提之下也是可以买的。因为你买它之前你就不是冲着说它会很保值甚至是升值这一点才去买它的嘛。但如果说你买奢侈品牌包包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冲着保值去买的话，那就一定要记得避开这种所谓的潮流款，因为这些包包等你在真正转二手的时候呢，它们的价格应该都会压得蛮低的。另外像是这只特别迷你的 Simone Rocha 他家的珍珠链条包呢，我买了之后真的也用到了很多次。你与其说它是一款包包吧，它更加确切来说是一个珍珠类的这种配饰，所谓的穿搭造型利器，搭配起来真的很好用。那为什么这次也想要把它断舍离呢？是因为这2年我觉得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买一些佩戴一些珍珠类的这种首饰，你就比如说耳环啊项链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太需要再靠这类型的包包来做搭配了。在你搭配一些珍珠首饰再用这样子的包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好像重点有一点过多过于的复杂。然后这支再往下的话呢，就是一支 Burberry 他们家的包包。 Burberry 这个牌子怎么说呢，应该是目前我包柜里面最后一支这个品牌的包了。这几年在他们换了几轮创意总监之后吧，我越来越觉得有一点看不到这个品牌它的品牌的内核
很混乱很模糊的感觉，所以呢让我有一点越来越提不起兴趣。而这款包也已经是我好几年之前买的了，现在在拿在手里吧，我甚至有一点感觉不到它是一支奢侈品牌包包，已经没有了那种所谓的奢侈感，让我有一点没有那么喜欢。之所以留到现在，我觉得我也完全是因为它是我很喜欢的这种黑银的配色吧，按理来说应该要更早就把它断舍离掉的。再下一支呢就是 Chloe 的这一款帆布托特包，这只包真的让我挺无语的。我并不是无语这只包包本身，而是对我自己感到非常的无语。我真的才买了小几个月的时间，而当时买的时候我就是想着说可以在1月份出去度假的时候带上它，特意为了1月份出去度假而买的一只包包。结果我1月份去墨西哥完全忘记带它了，所以现在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在看到它。而2025这一年我也没有更多的就是说去海岛度假的计划，感觉它跟今年其他的一些旅行的计划好像也不太适配，而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呢，又真的用不太到这类型的包包。所以说真的就是自己的锅，也真的让我感觉到自己有时候买东西吧，还是不太理智的。因为你单纯因为一次旅行计划而去买一只包包，虽然说它没有特别的贵，可能打完折是大几百刀的这种价格，但确实还是有一些冲动了，实属没有必要，应该要想得更加的长远，更加的长久一些才行。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点，也是这一次经过这个山火撤离之后，我最大的一个消费反思吧。我不是说要信誓旦旦的在这里立一个什么样的 flag， 而从此抵制消费主义，立志从一个特别喜欢买的人变成一个清心寡欲以后就再不买东西的这种极简人士，这个对我来说确实也不太现实。而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吧，我越来越觉得我应该要让我的衣橱、我的包柜、我的鞋柜这些都流动起来，我要更加有原则，更加理智的去消费。你就拿包包这个类别举例来说啊，我想要把我的包包总数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但凡就是我想要做一笔比较大的消费，买一只新的包包的时候，我要先审视一下我目前包柜的状态。如果说它存在有那种我用不到的，或者说日常利用率极低的这种包包呢，我就要及时给它转手。又或者说如果我包柜里已经其实有非常类似的这种包款了，那么我就不应该去买这一款新的包包，一定要让我的包柜做到有进有出，把我的包柜控制在一个我可以 manageable 的范畴之内，这个我觉得我是应该立马执行起来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今天视频要聊到的最后这3款包吧，其实就从他们包包本身来说的话，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单纯是为了今年我想要买的那几只包呢而挪位置的一个感觉。因为年初那期包包视频里面，我有简单跟大家过一下我今年非常短的这个包包愿望清单嘛，确实有那么几款包呢想要买，所以这一次大型的包包断舍离也算是为他们挪出一些位置了。那最后这3款包呢，首先是 Anya 他家的这一款迷你的托特，这款包当时我真的是喜欢到把它迷你的尺寸跟大号的尺寸都买了，但目前1年时间用下来吧，我发现我可能也就是大的那只用到的更多一些，所以呢迷你这款呢我也打算给它转手。然后另外2只呢也是这2年可能真的没有用到过的大王他家的2只包，这2只包在买到之后确实也用过蛮多次的，尤其是这个 bling bling 的款式，但在过了那一波特别火的劲头之后吧，现在你回头看下来就会觉得说在之后的日常生活啊，或者说搭配的利用率方面的就会降低很多了。然后右边这只它虽然说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这种 box 皮质的光感，但因为 box 皮质的包包我都已经拿到了我心中的 dream bag 爱马仕的 Kelly 25 box 传承皮了，所以自然而然的这款包呢我也是有一点想不到要用到它。那跟我最终留下来的那些包包来比的话，今天所有这些包包都是我觉得说之后用到的概率也不会大的一个类型。那讲真的，我也知道说现在当下这个二手包包的市场其实并不是很好，价格也都被压得很低，除了说 Chanel 或者爱马仕那几个经典款之外，基本上其他所有的所谓奢侈品牌大牌包呢，转手的价格呢都很不好。但我觉得断舍离这件事情嘛，它其实更多的像是一个排毒，不仅仅说卖掉它们能稍微卖一点钱，更多的是减轻了负担的那种感觉。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断舍离呢仅仅是一个开始，今年我会更加定期的去审视自己的消费需求，更加理智的消费，让每一笔消费呢都发挥它真正的一个价值。
OK， 那以上呢就是15只我这次打算转手的奢侈品牌包包了，我觉得也算是好好的跟他们都告过别了。另外10只小众品牌包呢，我就不在视频里面再聊了，不然的话今天视频又会拖得很长。那在做完这一波清理之后啊，终于觉得说我的包柜有了一个更加 organized 的感觉，我自己是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自己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我也希望这样子的断舍离呢有给你们排毒到，那希望你们呢也会喜欢今天的视频，然后如果你喜欢请记得一定要给我的视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已经订阅的小伙伴呢可以打开那个小铃铛的按钮，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每周的更新。视频的最后呢，一如既往的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然后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어린아이 장난 같아